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幻小周。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Fantastic Four， 就是神奇四侠里的角色 Dr. Doom 杜姆博士。那么相信大家看过之前的很多版本的神奇四侠的电影之后，对杜姆博士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相对于有一些冷门角色 Dr. Doom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反派角色。那么也是得益于这个开创，可以让这次的配件给的还是比较齐全的。那我们还是废话不多说，从合会开始看起吧。那么首先可以看到这次的盒装的形式是运用了挂卡的形式，那么这次挂卡还是用了比较复古的一个形式吧。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神奇四侠的一个动画的例会同时这边是一个 Fantastic Four 的一个形式Dr. Doom， 然后这边是一个漫画中的形象。然后我们来看到背面背面同样呢，这边是一个杜姆博士的漫画形象，上面是个大大的神奇四侠的标志，然后这边是个黑白例会下面是一些介绍的事项。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主体以及配件的表现吧。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我将主体以及配件拿出来的这样一个形式了。那么老样子，我们还是从配件开始说起。这次除了身上的这一对握拳手之外呢，是给到了一只枪的握持手以及一只张开手型。然后可以看到这次手上的一些细节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然后我们来看到两本书的配件吧，一本应该是维山地之书，另外一本应该是奇异博士2里面的那个不好的本书，忘记叫什么了反正两本书里面的喷印的细节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而且都是做的张开的造型，无法将它们并合成一本完整的书所以这个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来看到一对祖传的特效剑，这两个就是放在Dr. Doom 手臂上的特效剑，一个荧光绿色的特效剑。而后是一对也是祖传的长机炮的手型的一个特效剑，但是对于 Dr. Doom 来说，它其实是放在脚底的两个喷射剑。如果你有一些支架，然后配合上这个特效剑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个不错的感觉吧。OK， 然后是最后一个配件。那么这个配件如果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不了解。那么我对这个稍微有些了解，是因为我看过斗界的那个漫画这个应该是神奇四侠用来对付Dr. Doom 的一个武器它的杀伤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将它对准那个想要攻击的人按一下，然后它就会消失，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来看到大家最关心的主体部分，那么还是老样子，我们从头雕开始说起。那可以看到这次的头雕，我个人感觉还算挺还原的吧，但也是因为太还原了，这个呆呆的面罩造型让人感觉它的眼睛包括这个面罩整个头感觉有点稍稍呆呆的感觉。 OK， 那我们接下来拉近来看一下，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钢铁的细节其实都有做出来，眼睛的喷印它都有，但是就是给人一种稍微有点小小呆呆的感觉远看还不要紧，如果近看拍一些照片可能感觉并不是那么尽人意。然后我们来看到它帽兜的一个布料的仿布料的细节做的还是不错，包括披风上面的仿布料细节，我个人认为做的都还算不错而这边的金黄色的喷印，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不错。这次的涂装部分，我个人都是觉得非常不错全身的。接下来往下看，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电的布块来给大家做一个遮挡处理。然后看到手臂部分用的是有孔的关节但是它上面那些钢铁的细节，包括手肘的处理，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得当的。看到这边也是一样。那再看到它的腰带的皮质做得非常不错，金黄色的发色也是可以可以看到这边它有一个小小的细节部分，是一个小的枪托，拿出来是一把老式手枪，然后再给它插回去，然后把这个枪托再给合上，就是它完整的一个状态，这样一个状态。 OK， 那我们再往下看，可以看到它的裙摆部分同样的也是运用了这个仿布料的材质以及腿部的这样一些钢铁的细节，我个人觉得都还算不错吧可惜了，只是还是都用的是有孔关节，虽然在这种设计上用有孔关节，这感觉也就这样，并没有特别的违和，但是我感觉还是无孔关节来的更实在一些对于关节的力度以及把玩的时候的感觉会更好一些。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评一下它的可动表现吧。那我们首先就来看一下它头部的一个可动，后拉是这样的幅度前摇是这样的厚度左右差不多这样，然
后360度也是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只是因为这有块布啊，如果你把玩的时候，它可能会把这个布给夹进去。OK， 然后手臂的侧抬差不多是到这样一个角度，然后手肘的弯曲被装甲所限制是这样一个幅度，然后来看到它腰部的一个折叠吧，啊，因为是球形关节啊，前压还算可以，后拉的话差不多就只能到这儿啊，对，差不多到这儿，然后左右差不多这样的状态。如果腰部进行一个过多的一个把玩的话，它其实球形关节是会有一些穿帮在里面的。而且这整个机甲在我把玩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认为它的四肢啊，包括腰部的球形、头部的球形关节都是不太牢靠的一个状态，有时候可能会掉。如果不做太大动作，给我一种 SHF 的感觉。然后来前踢，差不多被这两块胶件限制，后拉也是啊，侧踢更不用说。当然你也可以将它这两个中间是有条缝的，那这个侧踢也是可以到这种幅度。然后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膝关节的折叠，差不多到这样一个幅度啊。大家刚刚也看到，我只是稍微动了一下啊，它头部的这个关节啊，它就掉了。它其实是这样一个关节，这样看大家应该就能比较好的理解我刚刚说的为什么它一直会掉，是因为它头部的这个球形关节是非常大的一个球形关节，并不是小号的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它是比较脆弱的一个玩具啊。同时，包括它手部和之前的 Marvel Legends 都有比较大的不同，也有可能是因为它运用的是自己的全新的素体的缘故啊，所以它的质量我个人感觉还是有点稍稍说不过去。然后同时脚部的接地性给大家看一下也还算行吧，但是由于你会装上这样一个披风，它的接地性就没有这么的强了。OK， 那么可动我们就测试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就找到了我的购买建议环节。OK， 那么相信经过我刚刚的一个简短的测评，大家对它也有了自己的看法和了解。那么这款 Marvel Legends 人偶，我只能说它唯一的一个比较大的优点就是它对于这个漫画人物的一个还原吧啊，并且在配件方面也是稍稍用心了一些啊，包括它身上的一些机甲的设置啊、头部的设置以及布料和大片胶块的设置，都是比较还原它漫画中的形象。而在把玩方面，它的手感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啊，不光是它的四肢比较容易掉啊，包括头部的球形关节、腰部的球形关节，在它可动方面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可能性，所以这款玩具我个人认为还是一个战士为主的一个玩具。如果你是把玩党，想让它做出一些比较有张力的动作啊，想要摆拍一些比较帅气的造型，那么还是需要花费比较大的一些功夫的。当然，之前 Marvel Legends 也出过一些其他的 Doctor Doom 这样的一个人偶吧但我没有买过，所以我就看到它这样一个单盒就买了。因为之前最近的一款是3人套的这样一个除非你拆买买到一个又或者整套路，那个价格就会稍微有点高所以我看它的外观我就购买了这一款，但没有想到它的素质还是有点不尽人意。所以大家如果非常喜欢毁灭博士这样一个人偶的话，其实可以再观望一下到底是买之前的3人套的这样一个人偶，还是买现在这一个挂卡人偶，亦或者是神奇四侠之后复联5、复联6可能会出一个唐尼版的毁灭博士的人偶，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那么它现在在二手平台的一个价格基本上是在245、250之间但是快货的这样一个价格。而之后的走势，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涨幅，也不会有太大的跌幅基本上如果跌的话，应该也就到200左右的一个这样一个区间然后涨的话，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疯涨，因为它的质量是放在这里只是它对于漫画人物的塑造是比较成功但是对于6寸人偶这样一个玩具来说，它可能并不是最好的。OK， 那么大家量力而行希望大家买到自己喜欢的玩具。这里是魔玩小周，你的健餐连。